倾尽半生心血，我亲手捧出相声巨星徒弟，他羽翼渐丰，便背信弃义，悄然单飞，当众踩我立人设，我收回版权，断其人脉，立行业规矩。看他直播翻车，颁奖典礼丢人，原社倒闭，最终身败名裂，沦为行业弃子。手机震了一下，我拿起来，是徒弟江小飞发的微博，一张海报设计的花里胡哨，上面是他单人的巨幅照片，配文言简意赅，新的开始，感谢大家一路支持。下面一堆圈内人点赞评论，全是恭喜单飞，未来可期。我把手机锁屏放在一边，茶凉了，我给自己又续上。这事儿他没跟我说，一个字都没提。我这个当师傅的，跟全网的网友一起，通过一条微博知道了自己被徒弟踹了，这感觉挺新鲜的。接着江小飞的电话打过来了，电话里他声音带着笑，客气又疏离，说为了庆祝自己成立工作室，晚上办了个酒会，请务必赏光。我答应了，不去显得我小气输不起，去了正好看看他到底能狂到什么地步。名头是单飞，即感恩答谢会，挺讽刺的。他要感谢的人里头一个就是我，他要单飞踹开的也是我。我人到了门口，就听见里面觥筹交错，热闹非凡。门口的迎宾小姐拦住我，脸上挂着职业假笑。您好，请出示请柬。我看着那张年轻又陌生的脸，心里没什么波澜。江小飞请我，却没给我请柬，这根本就是给我准备的第一个下马威。我没说话，只是掏出手机，准备给江小飞打个电话。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带着7分客气，3分疏离。哎呦，这不是于老师吗？你怎么站在这儿？快请进，快请进。是江小飞的经纪人，一个姓王的年轻人。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把我往里引，嘴里还跟迎宾小姐解释：“这是于老师，江小飞的师傅，咱们最尊贵的客人。”那迎宾小姐脸色一白，赶紧给我鞠躬道歉。我摆摆手，懒得跟这种小角色计较。王经纪人引着我穿过人群，所到之处，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身上，有好奇，有同情，但更多的是看好戏的幸灾乐祸。这些人半年前见了我，还得毕恭毕敬地喊一声于爷，现在我不过是个被徒弟踹了的过气老头。江小飞正被一群人围在中间，众星捧月。他穿着一身高定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整个人都在发光。看到我，他立马拨开人群走过来，脸上堆满了笑，那笑意真切，热情看不出一点瑕疵。他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师傅，您可算来了，徒弟我等您半天了。周围的闪光灯立刻啪嗒响个不停，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引到舞台中央，对着台下几百号来宾，还有无数个直播镜头。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带着一丝是我江小飞的大日子，也是我最应该感恩的日子。我要感谢我的师傅于清河先生，没有师傅，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转向我，深深鞠了一躬。没有师傅，就没有我的今天。台下掌声雷动，直播间里的弹幕估计已经刷满了笑水，知恩图报。可我看着他直起身子后，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里面只有算计和得意。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师傅，哼，您看，这都是我自己的江山，跟您那套老掉牙的玩意儿没关系。”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直起身，又恢复了那副谦逊感恩的模样，对着镜头继续说：“我知道，网上有很多不好的声音，说我忘恩负义，说我翅膀硬了就想飞。我今天就要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单飞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是为了不拖累我师傅。师傅年纪大了，也该享享清福了。”每一句话都像一把软刀子扎在我心上。他把我塑造成一个需要被他孝敬、被他照顾的累赘，而他是那个为了师傅着想不得不单飞的大孝子，真是好算计。一个记者在台下高声提问：“小飞，单飞之后，你的资源会受影响吗？毕竟以前很多合作都是看在于老师的面子上。”这个问题问得尖锐，江小飞笑了，笑得无比自信。他拿起桌上的一杯红酒，轻轻晃了晃。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刚才，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1线卫视的颁奖典礼，点名要我押中。我江小飞今天能站在这里，靠的不是谁的面子，靠的是我自己。台下又是一阵欢呼，我站在他身边，像个格格不入的背景板，看着他志得意满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这孩子真以为天底下都是傻子吗？酒会进行到一半，我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场，没人挽留我。
走出那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外面的冷风一吹，我瞬间清醒了。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一看，是我的老伙计，也是圈里有名的制作人老李。他发来一条信息，很短：老于，怎么回事？我看着那几个字回了过去：没事，分行李了。老李的电话立刻就打了过来，我没接。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也知道他会做什么，这就够了。第二天一早，江小飞单飞的消息就霸占了所有娱乐头条，通稿铺天盖地，全都在夸他有情有义，为了不拖累师傅才忍痛单飞。配图就是他在酒会上给我鞠躬，和我俩亲密相拥的照片。我的微博评论区彻底沦陷了，老东西占着茅坑不拉屎，早该滚了。要不是小飞，谁认识你这个糟老头子？还泰山北斗，我看是泰山脚下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关掉手机，眼不见为净。徒弟大山正给我沏茶，看着我脸色不好，小心翼翼地问：师傅，您别跟那些人生气，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大山是我另一个徒弟，天资不如江小飞，但胜在踏实肯干，人也忠厚。我喝了口茶，茶是好茶，入口回甘，但心里那股火怎么也压不下去。我说，我不是气他们，我是气我自己，是我瞎了眼，把一头白眼狼当成了宝。我手把手教他贯口，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他抠活。为了让他尽快出头，我甘愿给他当绿叶，一场场演下来。我说的词还没他一半多，我把我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人脉一个个介绍给他认识。那些导演、制片人、电视台的领导，哪个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给他机会？结果他火了，成了巨星，他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本事，我这个捧哏的不过是他成功路上的一个垫脚石。现在他嫌这块石头碍脚，一脚给踹开了。不少营销号还拿我俩的照片做对比，一边是光鲜亮丽的江小飞，一边是我穿着旧褂子的落寞背影。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于清河早该退了，每次看他捧哏都觉得尴尬，就是全靠江小飞一个人在台上撑着，这老头子就是个累赘。江小飞真是仁至义尽了，还给他办酒会，要我早一脚踹了。我关了手机，懒得再看，人言可畏，但伤不到我。我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没过2天，江小飞果然接到了一个大单，现在最火的直播带货平台请他去做一场相声直播，对方出手阔绰，直接给了200万的出演费。江小飞团队的人把这个消息当成天大的喜讯，在朋友圈里疯狂炫耀，还特意艾特了我几个老朋友，生怕我不知道。江小飞本人更是志得意满，他在接受采访时意有所指地说：事实证明，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有些人总觉得离了它，地球就不转了，那都是幻觉。直播那天晚上，我难得的打开了直播平台，我想看看他这块金子到底能发出多亮的光。直播间里人山人海，开播不到10分钟，在线人数就突破了几十万，热度直接冲上全网第一，商家笑得合不拢嘴。江小飞还没开始说相声，光是坐在那里跟粉丝互动，屏幕上预售的商品链接就被一扫而空。商家负责人亲自给他端茶倒水，一口一个江老师，那架势比对我这个师傅还恭敬。商家一看这人气，心里乐开了花，这相声还没开始呢，货就卖得这么好，等会儿姜老师一开嗓，那还不得卖疯了。于是他当即拍板，让后台把所有库存一次性全加上去，甚至临时跟厂家追加了1000万的货，准备大干一场。终于预热结束，相声环节正式开始。江小飞找了个年轻的捧哏，也是圈里的一个小有名气的相声演员。两人一上台，江小飞先是抖了几个他最擅长的包袱，但奇怪的是效果平平。直播间的弹幕开始有点不对劲了，怎么感觉今天的相声有点干？是啊，这包袱怎么不响了？可能是捧哏的问题吧，这个小哥接不住啊。江小飞也察觉到了，他的额头开始冒汗，节奏也乱了。他想把责任推给捧哏，不停地给对方使眼色，话里话外都在挤兑人家。那年轻捧哏也是有脾气的，被他这么一搞，脸也拉下来了，干脆不接话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江小飞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试着说单口。可单口相声更考验一个人的功底，没了捧哏的铺垫和烘托，他那些包袱就像是没点燃的鞭炮，扔出去一点声响都没有。评论区彻底沦陷了。江小飞今天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这说的什么玩意儿？我尴尬的脚趾都抠出3室一厅了。以前没觉得，现在才发现，他好像真的离不开于老师。没有于老师，
他的相声好像就没了灵魂一样。我看着屏幕里手足无措的江小飞摇了摇头，他总以为捧哏是个人都能干，他不知道一个好的捧不可言传，只能意会，什么时候该垫，什么时候该翻，什么时候该把他递过来的话头稳稳接住，再用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扔回去，让他能抖出更响的包袱。这些都是学问，是我几十年的经验，是我手把手教给他的。可惜他没学会，也不想学，他只看到了逗哏在台前的风光，却忘了是谁在后面稳稳地拖着他。那场直播最终成了一场灾难。相声开始后，商家家的那些库存几乎一件没卖出去。不仅如此，前面抢到货的粉丝也开始纷纷申请退款，理由是感觉被欺骗了，冲着相声来的，结果看了个寂寞。商家老板的脸从开头的狂喜到中间的疑惑，再到最后的铁青。直播一结束，他就冲到后台，指着江小飞的鼻子破口大骂，说他砸了自己的招牌，要他赔偿所有损失。江小飞哪里受过这个气，他当场就跟商家吵了起来，把责任甩得一干二净。是你直播间的设计有问题，江小飞费打的灯光音响都不对，跟我说的相声没关系。他还在嘴硬。那晚江小飞团队的人连夜公关，把所有相关的负面热搜都压了下去。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江小飞直播翻车的词条还是悄悄地传开了，他相声巨星的光环第一次出现了裂痕。晚上他发了疯似的打电话，约那些他口中看他面子的老板、导演、制片人，他想组个酒局，给自己拉资源，证明他的人脉还在。他的助理跟在他身后，一脸的不理解。江哥，您都这个咖位了，还用得着求他们？不都是他们上赶着来求您吗？小助理很不解，不断强调，您是于老先生的徒弟，他们怎么敢不给面子？江小飞没有回答，他只是一个接一个地拨着电话，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自信满满，到后来的错愕，再到最后的惊慌失，因为没有一个电话是打通的。那些曾经对他笑脸相迎、称兄道弟的人，现在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就是助理接的，说没空。他终于意识到事情好像不太对劲。那些天，小秦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他出入各种高档会所，想堵那些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老板，可人家一看到他，就像见了鬼一样，掉头就走。他去制片公司，想找他之前合作过的导演，前台小姐礼貌地告诉他，导演在开会，没时间。他从早上等到天黑，连导演的影子都没见到。他的助理跟在后面，急得团团转。他不信邪。第二天，他亲自给一个之前合作过很多次的商演主办方打电话，对方直接在电话里告诉他，江老师，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请您主要是看在于老先生的面子上，现在您单飞了，我们这边的合作可能就不太方便了。江小飞当场就把手机给摔了，他想不通，他明明已经成了巨星，有了几千万的粉丝，为什么这些人还要看我一个老东西的面子？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这些人思想僵化，不懂得市场的变化。他觉得成为巨星100%靠的是他自己的实力，跟我这个捧哏又有什么关系？江小飞不服气，一股邪火在他心里烧着。既然你们这些老家伙不识货，那我就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给你们看看。他决定自立门户，开一个自己的相声园子，用他自以为是的人气和实力招兵买马，开宗立派。他要向所有人证明，没有我，他江小白一样能搅动风云。甚至他已经给自己的园子起了个名字，叫腾云楼，跟我那几十年的老招牌凌云楼只差一个字。这其中的挑衅意味再明显不过了。腾云楼开张那天声势浩大，江小飞利用自己的粉丝效应，在网上做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开业演出的票1秒售罄，黄牛票被炒到了几千块一张。他站在新园子的戏台前，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熟悉的志得意满的笑容。他觉得他赢了。然而他算错了一件事，来捧场的除了他的那些年轻粉丝，还有很多是冲着我凌云楼这块老招牌来的老观众。这些老主顾大多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平时很少上网冲浪，根本不知道他和我已经闹掰了。他们坐在前排，看着台上陌生的环境和演员，交头接耳，一脸疑惑。演出开始了，江小飞作为攒底的大轴出场。当报幕员喊出他的名字，台下的粉丝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可那些老观众却愣住了。怎么是江小飞一个人？于老先生呢？对呀，他的搭档不是于老吗？换人了。江小飞站在台上，听着台下的议论声，脸色有些难看，但他还是强撑着笑脸，开始了他的表演。可没有我在旁边给他把着尺寸，他的表演显得那么单薄和苍白。一个老观众，是个在京城很有分量的票友，当场就站了起来，冲着台上喊：江小飞，你师傅呢？于老先生怎么没来？
这一声喊像是点燃了火药桶，台下的老观众们纷纷附和。就是啊，我们是来看你和你师傅说相声的。没有于老先生，这相声听着没味儿啊！江小飞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他握着话筒的手青筋毕露。他旁边的助理赶紧跑上台，对着话筒解释：各位观众，实在不好意思，于老先生最近身体晃漾，在家休养，所以今天的演出就由我们姜老师一个人为大家表演。这个谎言拙劣的可笑。话音刚落，人群里就有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举着手机大声喊道：你胡说！于老先生好好的，明明是你家江小飞忘恩负义，单飞把师傅给踹了。这一下全场哗然，那些不明真相的老观众们瞬间就明白了过来，他们都是听着我和江小飞的相声过来的，对我俩的感情比一般的粉丝要深厚得多。在他们眼里，师徒如父子，尊师重道是天经地义。江小飞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就是欺师灭祖。之前那个站起来的票友当场就把手里的票撕得粉碎，指着台上的江小飞怒骂：好你个江小飞，我们真是瞎了眼，没有你师傅你算个什么东西，忘恩负义的白眼狼，退票！群情激愤，前排的老观众们一个个站起来，把手里的票根、茶杯、瓜子壳全都扔上了台。他们一边骂着，一边愤然离场。临走前，好几个人都指着江小飞说要去凌云楼找我。转眼间，原本座无虚席的园子走了一大半，剩下的只有那些目瞪口呆的年轻粉丝。江小飞站在一片狼藉的舞台上，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他的助理想去安抚粉丝，却被他一把推开。他看着那些空荡荡的座位，看着那些老观众离去的背影，突然冷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不甘和怨毒。他对着话筒几乎是嘶吼着说出了那句让我彻底心寒的话：那老东西每天就只会那几个字儿，说到底还是我把整个公司扛起来的，没有我谁还能记得起来他是谁？这句话通过现场的设备清晰地传到了后台，也通过某些观众的手机直播传遍了全网。我坐在家里的太师椅上，看着手机里那段晃动的视频，听着那句刺耳的话，缓缓闭上了眼睛。我端起手边的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江小飞那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山放在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是江小飞那个姓王的经纪人：山哥，山哥你在吗？你跟于老师在一起吗？大山看了我一眼，说：王哥，有事吗？王经纪人的声音都快哭了。出事了，山哥，出大事了。小飞现在所有的资源全都黄了，之前谈好的几个代言，今天一早也都说要重新考虑。我给所有合作过的老板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就说在开会。我寻思着给各位老板送点花篮果篮过去拜访一下，结果满城的花店没一家肯接我们单子的，都说没花了。山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于老师他……王经纪人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大山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从他手里拿过手机，对着话筒只说了一句话：让他自己想办法。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大山愣愣地看着我，师傅，这……我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热气。他不是说他一个电话就有无数个商演吗？他不是说那些人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吗？那就让他自己去要这个面子。我放下茶杯，茶水微漾。第二天，我让律师发布了一则声明，声明内容很简单：即日起，我将收回所有由我创作或参与创作的相声作品的版权，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我本人授权，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演出。这则声明一出，整个相声界都震动了。要知道，我和江小飞搭档10几年，那些最火最叫座的段子，几乎全都是我主笔创作的。我这一手等于直接断了江小飞的粮草。他那些粉丝还在网上叫嚣，说哥哥才华横溢，没了老段子可以自己创作新的。可他们不知道，相声创作哪有那么容易，那是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功夫。江小飞这些年被名利捧着，早就没了沉下心来创作的能力。果然，没过多久，江云社的演出就开始重复那几个他自己写的不痛不痒的段子，观众反响平平，上座率一落千丈。大山问我：师傅，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绝？他当着全网的面把我踩在脚下，给我泼脏水的时候，怎么并不想绝不绝？我这辈子最重一个理字，他占了便宜就得认这个亏，这行有这行的规矩。我站起身，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提笔蘸墨，4个大字一挥而就：天道酬勤。我看着这4个字，心里却在想另外4个字：自作自受。江小飞，这只是个开始。版权禁令一出，网上炸了锅，江小飞的粉丝疯了一样涌到我的微博下面。老不死的，你凭什么
什么不让小飞用？见不得徒弟好是吧？心胸狭窄的老东西，你这是扼杀艺术，是行业的罪人。我的律师团队第一时间发了声明，附上了所有作品的版权登记证明，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逗哏和捧哏在作品中的署名权、改编权、收益权都写得明明白白。大部分作品我是主要创作人，就算是我俩共同创作的，按照我们当初签的协议，版权收益也是我其他三。这在相声行当里已经是徒弟占了大便宜的。很多师傅带徒弟，前几年徒弟连1分钱都拿不到，可这些粉丝们不管，他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江小飞那边很快也做出了回应，他发了一篇长长的微博，声泪俱下，通篇不提版权归属，只说那些段子是他呕心沥血的创作，是他艺术生命的全部。他说他尊重师傅的决定，但为了艺术，为了观众，他不会放弃。最后他艾特了我，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您怎么对我，我心里都认您是我的师傅，只求您别把我们共同的孩子扼杀在摇篮里。共同的孩子，他说的是那些作品，这话说的真是又毒又高明。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一个为了艺术和理想被恶霸师傅打压的可怜人。一时间舆论彻底倒向了他那边，连一些所谓的业内人士都跳出来明里暗里地指责我霸道，不给年轻人路走，我成了整个行业的公敌。大山气得直哆嗦，拿着手机就要上去跟人对骂，我拦住了他。骂什么？跟一群傻子有什么好骂的？师傅，可是他们说什么重要吗？我看着大山平静地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管不住，我们能管住的只有我们自己要做的事。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了起来。喂，于老师吗？我是草莓卫视全明星颁奖典礼的王海。王海，草莓卫视的总导演。我心里咯噔一下，大概猜到他要说什么了。果然，王海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和为难。于老师，您和江小飞老师的节目是我们今年全明星颁奖典礼的重头戏。现在这个情况，我是怕您二位有什么闪失。全明星颁奖典礼的节目是我好不容易给江小飞争取来的，能在那个舞台上亮相，对任何一个艺人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我原本的计划是带着他上全明星颁奖典礼，演绎出我们最拿手的戏，等压轴结束，我就正式宣布退休，把他彻底扶上马。谁能想到他连这点时间都等不及。我沉默了片刻，王海在那边更急了。于老师，您说句话啊，我知道您和江小飞之间有点不愉快，但全明星颁奖典礼的舞台那可是王导。我打断了他，节目照上。王海明显松了口气，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于老师您深明大义，那我这就安排你们，不是我们。我又打断了他，是他。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过了好几秒，王海才试探性地问，于老师，您的意思是让江小飞一个人上？对，可是你们报的节目是双人相声啊，他一个人怎么演？那是他的事，他不是说他能耐大吗？他不是说他一个人就能撑起一片天吗？全明星颁奖典礼这么大的舞台，正好让他展示一下。王海彻底没声了，他肯定觉得我疯了，让一个相声演员在全明星颁奖典礼的舞台上说单口，还是一个临时改的节目，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风险太大了。一旦出问题，丢人的不只是江小飞，整个典礼导演组都得跟着背锅。我能想象到王海此刻纠结的表情，也没打算逼他，就这么静静的等着。我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同意，因为他没得选，离颁奖直播只有不到半个月，临时换掉一个重头戏节目，根本不可能找人替我。放眼整个相声界，能给我捧哏的人不少，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跟江小飞磨合出一个顶级作品的，一个都没有。所以让江小飞一个人上，虽然冒险，却是眼下唯一的办法。果然，过了足足1分钟，王海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充满了疲惫和无奈。好，于老师，就按您说的办。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天好像要下雪了。江小飞，师傅给你搭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台子，你可千万别让为师失望啊！江小飞要上全明星颁奖典礼独挑大梁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网。不出所料，又是一片赞扬和期待。小飞太牛了，单人上全明星颁奖典礼压轴表演，这可是史无前例的荣耀。我就说小飞是凭自己的实力，离开那个老头，他只会飞得更高。期待小飞的单口相术，肯定比以前更精彩。江小飞本人也高调得很，他接受了媒体的独家专访，意气风发。记者问他，一个人上全明星颁奖典礼会不会有压力？他笑得云淡风轻，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动力。其实我一直想尝试单口相声的形式，这能给我更大的创作和表演空间。以前跟师傅搭档，很多想法都施展不开，毕竟要考虑到2个人的节奏和配合。现在
我可以完完全全的做我自己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那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我这个绊脚石被踢开的庆幸。我看着电视上他那张意气风发的脸，心里毫无波澜。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但自信过了头就是自负，自负的下场往往都很惨。全明星颁奖典礼那天，我没回老宅，也没去大山家，一个人待在市区的公寓里，泡了一壶上好的龙井，打开电视，锁定了草莓频道。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歌舞升平，一片祥和。终于，主持人用激动人心的语调报幕。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青年相声演员江小飞，为我们带来单口相声《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好一个应景的名字。镜头切到舞台，江小飞穿着一身喜庆的红色长衫，从舞台一侧走了出来。他还是那么帅气，那么自信，对着台下的观众挥手致意，引来一阵阵欢呼。他在舞台中央站定，面前只有一张摆着醒目和扇子的桌子，没有我。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开了口：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台下掌声雷动，看起来开场很顺利，但我的眉头却皱了起来。他说相声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紧张的时候左手的小指会不自觉地翘起来。刚才他开口的时候，那个小指翘得老高，他在紧张，这很正常，毕竟是全明星颁奖典礼的舞台，面对的是全国10几亿观众。但接下来他的表现却让我大失所望。他讲的那个我的人生，说白了就是把他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用一种诙谐的方式讲出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徒如何一步步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这个题材很好，很正能量，也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可问题是他讲的太烂了。相声讲究帅卖怪，坏讲究铺垫翻抖，每一个包袱都需要前面有足够的铺垫，才能在最后抖出来的时候想得漂亮。而捧哏的作用就是通过附和、质疑、反驳来帮助逗哏完成这个铺垫的过程。现在没有我了，江小飞就像一个武功尽失的侠客，只会一些花拳绣腿的招式。他抛出的一个个包袱都像扔进水里的石头，连个响声都没有。我那时候穷啊，一顿饭就吃一个馒头。他等着台下观众给反应。如果是以前，我会接一句一个馒头怎么够，他就可以顺着我的话往下说，是啊，所以得就着白开水往下咽，喝饱了就不饿了。这样一来一回，穷困潦倒的形象就立住了，笑点也自然而然地出来了。可现在没人接他的话，台下一片寂静，他只能尴尬地自己往下说。后来我火了，一顿饭能吃10个馒头。他以为这会是一个反差的笑点，可听在观众耳朵里只觉得莫名其妙。现场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起来，电视机前的弹幕也从一开始的期待加油变成了满屏的问号。他在讲什么？好尴尬啊！这真的是江小飞吗？水平怎么下降这么多？江小飞显然也感觉到了，他额头上的汗顺着鬓角往下流，把长衫的领子都浸湿了。他开始慌了，一慌就更容易出错。他开始抢节奏、忘词，甚至把2个不同的段子串到了一起。整个表演彻底成了一场灾难。台下的观众已经从一开始的安静变成了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开始不耐烦地起哄：下去吧，换台！弹幕上更是骂声一片，滚下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我的眼睛受到了污染，没有于老师他就是个屁。江小飞彻底懵了，他站在舞台中央，手足无措，脸色惨白，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他下意识地看向舞台的侧面，那个他习惯了我在的位置，可是那里空无一人。导播反应很快，立刻把镜头切到了主持人身上，但那几秒钟的舞台事故已经通过直播传遍了全国。我的手机在这一刻疯狂地响了起来，是王海。我没有接，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个狼狈不堪的身影被工作人员匆匆请下了台，然后我端起已经凉透的茶一饮而尽。江小飞，你现在知道那座你亲手推倒的山究竟有多重了吗？全明星颁奖典礼的舞台事故成了第2天所有新闻的头版头条。江小飞的名字一夜之间从青年偶像变成了行业笑柄。江小飞滚出相声界的话题被顶上了热搜第1。他之前那些单飞是为了更好发展的豪言壮语，如今看来都像一个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他自己脸上。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的分析贴，把我俩之前的表演视频一帧一帧地拿出来分析。现在才看明白，于老师的捧哏根本不是简单的是，那叫滴水不漏。江小飞的每一个包袱都是于老师喂到他嘴边的，他只要张嘴接住就行了。没有于老师的亮活，江小飞的屎活就是一堆垃圾。风向彻底变了，曾经骂我骂得最凶的那些人，现在又调转枪头开始吹捧我。
于老师才是真正的大师，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于老师出山，拯救一下我们被污染的耳朵吧。我欠于老师一个道歉。这些话我看着只觉得讽刺。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人性如此，没什么好奇怪的。王海的电话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停过，我一个都没接。第二天一早，他直接堵在了我公寓门口，看见我开门，这个在电视上永远意气风发的总导演，眼圈通红，跟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他二话不说，对着我就是一个90度的深鞠躬。于老师，我错了，我代表整个导演组跟您道歉，求您救救场吧。我让他进了屋，给他倒了杯热茶，他捧着茶杯，手还在抖。于老师，全明星颁奖典礼重播，那个节目必须得换掉，现在全网都在骂，台里压力太大了，我们想请您录一个单人节目，替换掉江小飞那一段。我看着他没说话，他以为我不愿意，更急了。于老师，您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都满足，只要您肯出山，您就是我们颁奖典礼的救星，是全国观众的救星。我笑了。王导，严重了，我不是救星，我就是个说相声的。我顿了顿，看着他，录节目可以，我也有个条件。王海眼睛一亮，您说我要在大年初5之前在山海大剧院办一场我自己的个人相声专场。王海愣住了，个人专场现在办来得及吗？从宣传到售票再到场地布置，一场大型演出没有1-2个月的准备时间，根本不可能。第二天一早，他直接堵在了我公寓门口，看见我开门，这个在电视上永远意气风发的总导演，眼圈通红，跟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他二话不说，对着我就是一个90度的深鞠躬。于老师，我错了，我代表整个导演组跟您道歉，求您救救场吧。我让他进了屋，给他倒了杯热茶，他捧着茶杯，手还在抖。于老师，全明星颁奖典礼重播，那个节目必须得换掉，现在全网都在骂，台里压力太大了，我们想请您录一个单人节目，替换掉江小飞那一段。我看着他没说话，他以为我不愿意，更急了。于老师，您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都满足，只要您肯出山，您就是我们颁奖典礼的救星，是全国观众的救星。我笑了。王导，严重了，我不是救星，我就是个说相声的。我顿了顿，看着他，录节目可以，我也有个条件。王海眼睛一亮，您说我要在大年初5之前在山海大剧院办一场我自己的个人相声专场。王海愣住了，个人专场现在办来得及吗？从宣传到售票再到场地布置，一场大型演出没有1-2个月的准备时间，根本不可能。我的个人专场定在大年初5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整个娱乐圈炸开了锅。没有预热，没有宣传，只有山海大剧院官网上一张简单的海报，海报上是我的一张黑白照片，穿着长衫，手持折扇，眼神平静地看着前方，下面一行字：于清河相声专场，规矩票3分钟内全部售罄。黄牛票被炒到了天价，依旧一票难求，全网都在讨论这场突如其来的演出。于爷终于要出手了，我的青春回来了。规矩这个名字太有深意了，这是要给某些人立规矩啊。3天时间准备一场国家大剧院的专场，放眼整个娱乐圈，也只有于爷有这个底气了。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3天能排出什么好节目？别跟江小飞一样晚节不保。说白了就是蹭全明星颁奖典礼的热度，吃相太难看。对于这些声音我一概不理。这3天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谁也不见。大山他们急得团团转，几次想进来跟我对词，都被我赶了出去。他们不知道我要说的这场相声不需要对词，因为整场演出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一个逗哏没有捧哏。我要用江小飞最想证明自己却摔得最惨的方式告诉他，也告诉所有人，单口相声应该怎么说。大年初5晚上7点，山海大剧院，座无虚席。后台大山最后一次给我整理长衫的领子，手还在抖。师傅，您真的一个人上？我拍了拍他的手，放心。我从他手里接过早已准备好的折扇，深吸一口气，走向了那个灯光璀璨的舞台。哗！当我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走到台中央，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深深鞠了一躬。没有华丽的开场白，我直接打开了扇子，用最平实的语调开了口。今天不说段子，不讲包袱，咱们聊聊规矩。我从相声的起源说起，从天桥的撂地摊说到园子里的八仙桌，从拜师的规矩说到上台的规矩，从捧哏的尺寸说到逗哏的火候。我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捧哏的不是附和，是托举，是把自己的光
度给豆根，让它亮，但这个度是有讲究的，什么时候该度，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得让它自己发光，这里面全是学问。有的角儿你得一直给它镀光，它自己亮不了，你一收光它就灭了。这种角儿我们行话叫玻璃人，看着亮，一碰就碎。台下传来一阵会意的笑声，我又说，逗哏的也不是一味的抖机灵耍包袱，逗哏的根在地，你的活儿得接地气，得从生活里来，你得懂人情，知冷暖，才能把一个人物一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生。有的人火了，飘了，离地3尺高，看不到底下的观众了。他讲的笑话自己觉得挺可乐，观众听着味儿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忘了本了。我讲到江小飞，当然我没说他的名字，我说我曾经带过一个徒弟，天资极高，是个说相声的好苗子，我把我会的都交给了他，我带着他一场一场的演，把他从一个无名小卒捧成了一个角儿。后来他觉得我这个捧哏的碍事了，他觉得没有我他能更亮，于是他自己出去给自己搭了个更大的台子，结果摔了。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听着。我顿了顿，喝了口茶，继续说，他摔了之后，很多人来问我说，于老师您是不是特解气？我说我不解气，我心疼。我心疼的不是他这个人，我心疼的是这门手艺。相声这门手艺传到今天不容易，一代代人传下来，靠的是什么？就是规矩这2个字。师傅有师傅的规矩，徒弟有徒弟的规矩，上了台逗哏有逗哏的规矩，捧哏有捧哏的规矩。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厉害，我是想告诉那些想吃这碗饭和正在吃这碗饭的年轻人，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人可以没有名，但不能没有脸；艺可以不惊人，但不能没有根。说完，我再次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全场静默了3秒，随即爆发出了比开场时更热烈、更持久的掌声。那掌声像潮水一样，要把整个剧院的屋顶都掀翻。我知道我赢了，不是赢了江小飞，是赢回了这门手艺的尊严。专场演出结束，我成了整个文化圈的焦点，各大媒体的采访邀约堆积如山，都被我一一谢绝。我说的够多了，剩下的留给时间去证明。颁奖典礼重播的时候，江小飞的节目被我那段规矩替换了，收视率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网上对我那段表演的解读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有人说我不仅是在讲相声的规矩，更是在讲做人的规矩。江小飞彻底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里，他的微博停更了，工作室解散了，之前签的那些代言全都换了人。听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见，整天酗酒。又听说他想重新找个搭档去小园子说相声，但没有一个捧哏的敢接他的活儿，他成了这个行业的孤魂野鬼。大山有一次跟我提起他，语气里满是唏嘘，师傅，小飞他也挺可怜的。我正在练字，闻言笔尖一顿，一滴墨汁落在了宣纸上，晕开一团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路是他自己选的，这杯苦酒也得他自己喝。大山不敢再多说，日子一天天过去，江小飞这个名字好像就要这么被遗忘了。直到有一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是江小飞的母亲，一个朴实又满脸愁苦的农村妇人。她在我家门口等了整整1天，大山不忍心把她请了进来，她一见到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于老师，求求您救救小飞吧，她快不行了。我赶紧让大山把她扶起来，她哭得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把江小飞的近况告诉了我。全明星颁奖典礼之后，江小飞的精神就彻底垮了，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喝酒，喝醉了就砸东西，嘴里胡言乱语。前几天他喝多了，从2楼的阳台上摔了下去，摔断了腿，现在人躺在医院里，还是不肯见人，不肯配合治疗。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人就废了。于老师，我知道是小飞对不起您，他混账，他不是东西，您打他骂他怎么罚他都行，求您给他一条生路吧，他就听您的话，从小就听您的话。他从一个破旧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存折，颤颤巍巍地递给我，这里面是小飞这些年给家里的钱，我们1分都没动，我知道不够赔您的，我跟孩子他爸可以给您做牛做马，求您。我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崩溃的母亲，心里五味杂陈。我挥了挥手，让大山把存折还给他。钱我不要，人我去看看。江母千恩万谢地走了，大山在一旁欲言又止。去？为什么不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可不是只对他江小飞说的，对我
一样。我让他去准备车，我倒要看看这个不可一世的巨星如今成了什么模样。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酒精混合的难闻气味。江小飞躺在病床上，一条腿打着石膏，高高吊起。不过半个多月没见，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头发像鸡窝一样乱，哪里还有半点当初那个光芒四射的巨星模样？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走到他床边，静静地看着他。江母和王经纪人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大山搬了把椅子放在我身后，我没坐，就那么站着。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滴滴的声响。不知道过了多久，江小飞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起初是迷茫的、空洞的，当他的目光聚焦到我脸上时，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猛地一颤。他想坐起来，却牵动了腿上的伤口，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师傅，他的声音沙哑的像被砂纸磨过。我没有应声，只是看着他。他的眼神从震惊到慌乱，再到羞愧，最后他把头埋进被子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肩膀一抽一抽的，无声的哭了起来。江母在一旁也跟着抹眼泪，王经纪人更是低下头，不敢看我。我等他哭够了，才缓缓开口，我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哭什么？江小飞身子一僵，腿断了，不是还有手吗？手断了，不是还有嘴吗？你不是说你靠的是自己吗？怎么现在连自己都靠不住了？我每说一句，他的身子就抖得更厉害一分。他猛地从被子里抬起头，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有悔恨，有不甘，还有一丝绝望。师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您打我吧，您骂我吧，我不是人，我就是个白眼狼，我该死！我怎么能这么对您呢？我该死！我该死！我冷冷地看着他，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把相声的脸，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一句我错了就想了事，江小飞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啊，有什么用呢？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失去的信誉也难以重建。病房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我看着他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心里的火又窜了上来。我辛辛苦苦教出来的徒弟，不是让他来这装可怜的。我走到床边，俯下身，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江小飞，你给我听好了，你想死，别死在我面前，我嫌晦气。你要是还当自己是个爷们儿，就把这条腿给养好了，养好了，滚回小园子去，从头开始，一场一场的给自个儿说回来。什么时候观众愿意花钱买票听你说了，你再来见我。要是做不到，你就一辈子别再叫我师傅。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就走。大山赶紧跟了上来。师傅！我脚步未停路，我已经给他指了，能不能走下去看他自己的造化了。